卓不凡秘密接受齐亲王之命这件事，钟将军你是刚刚知道呢，还是刚刚才想起来要告诉我？谢先生前日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还完全不知道此事。前日，那就是说，钟将军昨天、今天都很忙啊，忙到今天晚上才想起来要告诉我。谢先生是觉得我做的不妥？那怎么会呢？齐亲王是钟将军的岳父，将军你能把自己岳父的秘密都告诉我，说实在的，我是有些意外，更多的是钦佩。齐亲王派遣江湖人士寻找净坛秘藏，此事在我看来那是可有可无，一个传说而已。我就不信他能这么轻易找到。这件事啊，可不是可有可无，有就说明了齐亲王已经有了企图和控制收买北洋的办法了。他找不到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？那钟将军希望他能找到吗？不希望。哦，谢先生不用怀疑。其一，我是齐亲王的女婿，不是他儿子。齐亲王的女婿价值要比亲情重要的多。齐亲王他只是需要我一个北洋的身份，这我很清楚这一点，我也很不喜欢这一点。其二，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是北洋，不是他齐亲王。甚至我有这么一个王爷岳父，在北洋中都有人对我颇有微词。谢先生，你我都清楚，北洋才是决定大清命脉的力量。齐亲王这件事能否成功，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所以我很清楚自己怎么选择才是正确的。还有其三吗？算不上其三，但也是我的一些想法。我觉得太迟了，齐亲王太迟了，大清太迟了。若是再早些年，或许还有希望可以通过政体来解决朝廷的麻烦。但是拖到今天，太晚了。病入膏肓的大清，不是说救就能救得活的。看到齐亲王在竭尽全力试图逆流，我很钦佩，但不欣赏。廷杯投箸不能失，拔剑四顾，心茫然啊。我记得钟将军是留洋回来的，想法果然不迂腐，也不空泛。你说的很好，也很对。北洋能有你这样的年轻将领，何愁不强大？行路是难，但那是齐亲王的路。对于钟将军你来说呢，则是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呀。夫人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态度，绝无其他意思。当年门三刀因变法被囚，打入牢中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夫人，你不要多想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如果有一天我也像门三刀一样入狱被囚，你会怎么想？怎么做？你想做什么？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真的有这一天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为什么会如此胡思乱想？你是北洋的将领，是王爷的女婿，你怎么可能成为囚犯呢？
当初文森刀因为变法被囚，被打入牢中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想都别想，一点可能都没有。阿玛，着急了，太着急了。康有为着急了，梁启超着急了，就连光绪也跟着着急了。废八股，让全天下读书人茫然无措；裁撤荣源，撤掉那些吃白饭的官吏，是好事，可是用力太猛。一道旨意，让京城上万官员失业，又不给安排出路，100年皇权为何如此仓促地说变就变？开水煮青蛙，哪个不跳起来呀？100天，仅仅100天，一场闹剧，惨淡收场。珊儿，不要再想他了。他虽然只是个光绪身边的带刀侍卫，可他参与太多变法的事情。先前光绪提到过要给你们做黄媒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文三刀这个不知轻重的小子陷入太深，如今连光绪都身陷囹圄，大清皇帝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啊，他一个御前侍卫的死活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谁能说他无罪啊？谁敢在这个时候替他说话呀？文三刀只是被打入大牢，并没有推出午门斩首，这已经是万幸了。可是他这辈子也别想再出来了。你呀，幸好是跟他有情，并未有婚约，否则那才是真正的不幸啊！哭吧，眼泪哭完了就不要再哭了，把他忘了，就只当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。
安慧寺，没听过。你听过吗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，好像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庙啊。麻烦问一下，知不知道安慧寺在什么地方？哎呀，这个还真不知道呀。大母节喽！都没有人知道。会不会找错了？我去问一下。好，怎么样？这里都没有人知道安慧寺。老板，跟您打听一下，知不知道安慧寺在什么地方？老板，我问你话呢，知不知道安慧寺这附近有什么寺庙吗？滚！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你来问我这个杀猪的庙在哪？你想干什么？我问问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是个杀猪的，天天见血，天天杀生，你怎么不去问尼姑她妓院在哪？你怎么不去找捕快，问她在哪里抢钱呢？怎么说话呢你？你怎么说话的？王雄，走了，咱们到前面看看。走。老板，你知不知道安慧寺在什么地方？那你听说过这个寺庙吗？那你有？那这附近还有其他别的庙吗？就是一个寺庙。好嘞。劳烦问一下，您知道安慧寺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谢谢。卖节喽！新鲜的节牛喽！这位师傅，劳烦请问一下，您知道安慧寺在哪儿吗？安慧寺，谁跟你说的安慧寺啊？在下是受一位故人所托。你这个故人死了很久了吧？师傅何出此言？安慧寺以前有，现在早就没了。好多年前就改名了，现在叫浮屠寺。浮屠寺也是个弹丸小庙，没什么香火，好像也没什么和尚在了吧？嗨，谁还知道啊？那您知道这浮屠寺在哪儿吗？反正不近，离此地有个200-300里，在闽东靠海的地方。你往东去吧。多谢师傅。走了，走。免神门里一条虫，我没来过这儿，我哪知道安慧寺在什么地方？穆青兄，虽然说我是天才，可天才他不是地图。你把地方官叫过来汇报一下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？顺便再请咱们吃个饭。哎，我没指望你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地方衙门都查到了，幸好让他们提前去查了。这个安慧寺啊，在东边几百里外靠海的荒山里，之前还是挺有名的。40多年前山洪爆发，安慧寺的方丈为了百姓安危，在上游炸山引水，让洪峰改道避开了山另一边的村子，直接泻向安慧寺，整个寺庙啊就全被淹了。不是，这不把钱扔水里了吗？后来洪水退去啊，但寺已没入水中，只有一小片地露出水面，去上香的人呐也很难进去，渐渐的也就没了香火。之后就改名叫浮屠寺了。这寺啊往后就衰败了，再没有出名的高僧，到现在根本没什么人知道。地方的衙门也是查了好多记录才查到。改名，改得对。对，怎么对了？你忘了，
44年前内衙追查铲子失败，并且失踪了数人，又是40多年前这安慧寺改名叫浮屠寺，那是因为净坛秘藏的秘密被藏匿到了此处，所以才会改掉寺名，做出衰败之象，用以掩人耳目。这开庙收香火钱，可是不上税的买卖，这么赚钱的生意都不干了，这净坛秘藏肯定是笔大钱。这钱花的也太快了。是你给自己留的太少了，要不然能这么拮据啊？给。不用，你这儿的钱先不动。那你这儿的还能撑多久？还能撑个10天半个月吧。要实在不行，我再找齐亲王商量商量。你会去吗？跟人要钱的事，你做得出来啊？我一直想跟你换一把新的剑，你这一把也太破了。没事儿，反正也没人赢得了我，而且这把剑已经陪了我好多年了。也就你不在乎，那余焕杰的剑都比你的好。我持剑700余战，就没见过剑比我差的人。还记得我刚出山的时候，遇到的第一个对手，是个有钱门派的少主。他的剑富贵华丽，说是价值300金。再看看我这把，我这把只是花了2两村口铁匠打的。但我断他那把价值300金的剑，只用了1招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就对名剑再无眷恋了。你知道吗？前朝有个剑客，持剑800余战，从未尝过败绩，而且最后。他连剑都不用了。剑客不拿剑？对啊，他最令人无奈的是夺剑。他说，剑在谁手上都一样，夺过来用就是了。以你的剑法，是不用在意用什么剑，但你好歹是个掌门，用一把别这么破的剑也是应该的。你看看你的剑，没事儿，磨磨就好了。余焕杰他们都不在了，现在跟着的弟子都是听你话的人。是，都听你的话，也不会说什么。师兄，现在我可以做你师妹了吧？你不是跟内务府有合作吗？怎么没有跟他们一起来福建？那个北洋的，臭不快，怎么阴魂不散？咱们赶紧走，在这等我，我要真凶。
丁宇兄，嘉洛，嘉洛兄，哎，龙池将军命我带兵赶来增援，我们连夜行军，怕会误事儿，啊，刚发愁怎么找你呢，这不碰见邵夫人了。你要是早到一会儿，我就抓着于焕杰了。啊？没事，反正咱们都追到这儿了，早晚能抓到他。哎，你不是说北洋兵不能越界吗？龙将军已经疏通了各地的关系，只要是为了追查宝藏的线索，嘉乐兄，任意调遣，去哪儿，你说了算。如果真像莫坤师伯所说，接下来只能找到一张图，要还是不够的话，那怎么办？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会简单，但再难我们也得坚持下去。而且我相信，哪怕只有2张宝图，我们依然能参透点什么出来。你先回避一下。好。卓不凡，卓不凡，你无耻小人，无信无义！你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法，拿师伯和师弟们这么多人命来给你自己铺路！荣天剑派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败类？我打不过你。但是我今天就是拼了命，我要为他们讨个公道！八戒，大师兄呀，你个小人八戒！大师兄，如果你赐我几剑能消气的话，你尽管赐。不过我的命你要留着，我要重建荣天剑派。你少说这些虚情假意的大话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。你们放开大师兄！放开！站！大师兄，我刚进山门的时候，就是你叫我背门规，叫我入门见识。虽然我是掌门，但我和所有师兄弟心里一样，都有你这位大师兄。在山西的时候，是我骗了你们，是我的错，但这都是无奈之举。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们怎么能甩开大内师妹？怎么能甩开北洋军？当日，你、师伯、师弟们离开的时候，我心如刀剜。我也常常问我自己，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？可我思前想后，我觉得我做的没错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门派。你没说个啥字哦！卓不凡，师伯受了那么多年的苦，刚刚出来呀，我都没瞧见他老人家几天，他老人家就……你以为这只是我一个人的计划吗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他从一开始就打算以自己为饵，牺牲自己来成就门派。他老人家到最后都让我不记恨你，卓不凡，你够狠！你最好记住今天，记得是你拿师伯倾托师弟和众多弟子的命换来的这个机会。什么机会啊？你机关算尽，搭上师伯师弟，最终不还是没能销声匿迹吗？这话什么意思？就在刚刚，就在城外，我遇到了带着北洋兵的捕快，他都能追来，内务府的门三刀会远吗？幸亏我逃脱及时，找到你们。卓不凡，
我要不念同门之情，我就不来跟你说这些。你看这里天亮之前会不会被包围的插翅难飞？若真如大师兄所说，那我们得马上离开。大师兄，我已经找到了具体位置，咱们连夜出发，赶去浮屠寺。你记住，我到现在还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师伯和师弟们白死。等我们找到秘藏的那一天，我必手刃你，为师伯师弟们报仇。你们先出去吧。圣上。于焕杰说的不过是一些气话。我知道，是师伯和师弟们用自己的命换了大师兄一条活路，可这都是我的错。你来做什么？穆青大人，我劝你还是叫我鹰犬吧，别再说我什么不是寻常的鹰犬。不管寻常还是不寻常，我都不想再听你聊民主、进步、革命。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刑罚，你要是忘了，我可以跟你再说一遍；要是没忘，就滚。哎，洛小姐，其实我呢也有一颗渴望进步的心，我也非常愿意和你聊一聊民主啊、进步。滚！革命啊。走。花青，上香。
敢问大师贵法号？小僧法号渡厄。渡厄大师，在下荣天剑派掌门卓不凡，我是受菩提院首座传人之托，他有件东西留在贵宝刹。口令。 谭仙那封信，我只看到了地址，没有看到口令。渡厄大师，在下的确没有口令，但我确实是按照菩提院首座之托才能找到贵宝刹，还请大师行个方便。渡厄大师。 我等奔赴千里到此，必然是要拿到东西，还请大师行个方便。你若再不言不语，那就休怪我无礼了。杀人烧庙，我也不是干不出来。 给我搜！不凡，有人来了。 没想到底还是找回来了。粗鲁！这帮江湖人真是粗鲁，见面就掐，话都不说就打，什么事儿不能谈的，都是生意嘛。 啊！
是，方丈。地方看着实在寒酸，外面寒酸也就罢了，里面也这么寒酸，怎么看也不像藏着金山银山的地方。你一个跟我进来。葛太兄，你们在这守着。方丈，不能把东西交给这些朝廷鹰犬，菩提传人，东西是要给菩提传人的。我才是。菩提院首座传人留下的线索在我手里。菩提传人的遗愿是要把金坛秘藏赠予同盟会，不能给这些朝廷的人。何以证明？这句是一句口令。口令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用。但你要牢牢记下，这是程昱再三强调的，说是一定会有用处。记住了。牢牢记住啊！记得清清楚楚。我知道口令，要得到秘藏，必须要有一句口令才行。无分贫富贵贱，众生皆将平等。念昔日情深意，才敢提笔诉别离。悲情中暂寄于戈壁。回忆挪去你为妻，思乡时而再别离。回当初许你约定，全都实行。未曾想舍身取义，更未曾想舍你，却是要用这此生换天地生平。我绝非两情博弈，奈何不能为继？珍藏你与我，仍不忘改天换地。要知生以我所欲难圆，义以我所欲难圆。此生无怨无悔见轩辕。要知此爱此情难相守，荼蘼花开上枝头。春水送孤舟，对月夜窗游。要知生以我所欲难圆，义以我所欲难圆。此生无怨无悔见轩辕。要知此爱此情难相守，荼蘼花开上枝头。春水送孤舟，对月夜窗游。春水送孤舟，对月夜窗游。